压电流，怎么回事？强大的放电类水族怪兽，特别是联手放电，甚至能将强大战神瞬间电晕。老天，差点就栽在这儿了。我得小心点，离水面远些。怎么回事？好强的怪兽，就连我的 SS 级飞刀也只能勉强擦破了它表层的皮肉。这不是银电蟒的声音，湖面下还有怪兽。这强大的吞噬漩涡是那头怪兽的杰作。陆上怪兽种类超万种，但也只是水族怪兽种类的零头。至今人类所知的水族里，从没听说过叫声如婴儿啼哭、吞噬力如此惊人的怪兽。就算是李耀，也不可能轻易从他手里脱身。继续前进，我倒要看看这湖泊到底有多怪异。罗峰，你躲吧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有座湖心岛，这岛上的雾比湖面上还要浓，真是座彻头彻尾的雾岛。这岛屿怎么这么安静？不对劲，我从没觉得那么心悸过。湖泊被强大的水族怪兽占据，而湖心岛却感应不到一头怪兽。这湖泊诡异，岛屿也诡异。李耀如果知道我的位置，一定会不顾一切地赶过来。他虽然强大，但是无法飞行，只能渡过湖泊。而这湖泊里到处都是强大的水族怪兽，要想活着过来，难度也极大。李耀，你也该来了。罗峰的坐标。要，罗峰的坐标你收到了吧？你确定是他？你是怎么得到坐标的？那罗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开启了通讯手表。我担心这是他的陷阱，想引你过去。陷阱？我有黑神套装傍身，只有超越战神才能伤我。罗峰，哼，他能有什么手段？挂了。还有120公里，罗峰，希望你在那儿。
这罗峰还真会躲，竟特地选了一个满是雾气的湖泊岛屿。好可怕的力量！单单这一抽，绝对有领主级实力。这湖泊中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水族怪兽！幸好我这黑神套装是完全阻电的。那是什么？不好！李瑶还没过来，是死在湖里了吗？他有黑神套装，估计很难被杀死。可如果被水族怪兽困在湖底，被活活憋死，也大有可能。心悸的感觉淡了不少。我现在的实力，算上精神念力，已经接近高等战神，足以应对大部分危机。去岛屿深处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这头领主级水兽居然突然退走了，没有继续追击。他是在害怕什么？难道这座岛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敢靠近？幸亏黑神套装能随意变换形态助我逃脱，否则10条命都不够死的。贝妮娜，给我重新确认罗峰的位置。暂时在这里休整一会儿。哥，你在南澳大陆怎么样？放心，我现在很安全。安全就好。我在网上查南澳大陆的资料，没想到那里的怪兽竟然那么危险。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那些怪兽，割杀他们就跟砍瓜切菜一样，你们就别担心了。倒是你，最近跟小南处的怎么样？还成，就是没法见面。哥，你知道的，其实小南比我的压力更大。别急，阿华，今年年底前我就能带一份生命之水回去，到时候你就能站起来了。我能站起来了？可是哥，你不是说生命之水很难弄到？阿华，你放心。这事儿尽管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你站起来的。到时候，你就和小南一起手牵手走到他父母面前。谢谢哥。奇怪。我都深入岛屿2、3里地了，依旧没有怪兽的痕迹。而且南澳大陆正值冬末，可岛屿的树木花草却如春夏时那般茂盛。
兽，居然是植物系怪兽。这么硬，2把不够，那就尝尝6把。哼。食人花，全世界的植物型怪兽只有食人花1种，而且全部在南亚美利加，这里怎么会有怪石？柳树长得可真壮观呢！1、2、3，一共9棵柳树。这最细的一棵直径大概有1米，那最粗的看起来至少也有3米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些柳枝每一根的韧度，恐怕都能抵挡高等战将级武者的怒劈了。啊！不好！那淡金色柳枝比这些普通柳枝坚硬数倍，我割断一根就那么艰难。一旦被包裹住，被围剿了。真够狼狈的，我算是知道这雾岛为什么没有飞禽走兽类怪兽生存了。这儿简直是植物系怪兽的地盘，这个消息应该会让全世界都震惊吧。通讯手表在战斗中受损了，只能标记大概位置。可恶！啊？难道说
下午3点了，再去上面看看。我得搞清楚那几棵柳树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不能按原路返回，得远离柳树的攻击范围。人生是理由。是我，维妮娜。哟，你怎么才打来？有没有受伤？还有罗峰这小子。别急，我想到个办法，不仅能尽快找到罗峰，还能挖一笔横财。有什么横财能和找罗峰相提并论？我现在在一座雾岛上，仅凭我一人，短短片刻就发现了超过12个草木之灵。草木之灵？什么？超过了12个？这座雾岛非常奇特，没有任何怪兽，但草木之灵的数量十分可观。光是柳树类草木之灵，我就发现了9颗。在战神中流传的十分名贵的千年柳木心，就是柳树类草木之灵的核心。原来这些被称为超级柳树的草木之灵，已经拥有了自我意识。树龄达到1000年的超级柳树，都能长到直径1米左右，其千年柳木心对身体素质的提升更甚于龙血。那棵直径3米的，我估计，我眼前这棵直径超过3米的，应该是万年柳树。以万年柳木心的奇效，我很可能突破，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。天哪！8颗千年柳木心，1颗万年柳木心，如果能全部拿下，那我们的地位必将撼动整个战神体系。可惜我不是这棵柳树王的对手，需要外援。你的意思是，通知家族那边？我猜雾岛上肯定还有其他草木之灵，甚至有比万年柳树更强的草木之灵存在。光靠我们吃不下，不如以一部分草木之灵作为交换，动用家族的力量，展开对罗峰的搜索。原来如此。最好是通知那些拥有黑神套装的强者或强大的精神念师，到时候我看罗峰还能往哪里逃。这里是地底深处的岩层，暂时还安全。我得赶紧通知极限武馆。不对，极限武馆总部在红宁基地市，比波莱纳斯总部更靠近南澳。我现在通知的话，极限武馆的人肯定会先到。如果极限武馆先到，李瑶肯定不得不离开，那我就没机会在这雾岛跟他做个了结了。以李瑶的阴险作风，以后就很难有机会跟他正面对决了。相反，爸妈阿华他们就有被报复的可能。我要等2小时，2小时后再通知，让极限武馆的人比波莱纳斯后到，届时双方争锋，我才有机会永久解除李瑶这个后患。他们来了。阿特兰，我的孩子，这次要请你出马了。
伯父，得知你发送来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就将我的2位好友一起带来。我旁边这位，就是在全世界名气都极大的血影一番。至于这位，也是我的好友，巨凶凯塔。麻烦2位了，卡特兰，还需要其他人吗？族内不必，其他人去是送死，连秃鹫里奥在那雾岛上都没有实力弄到草木之灵，这一趟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家族内供养的战神，以及族内本身的战神，都不够资格。伯父，事不宜迟。我得到你消息到现在带人过来，已经过了12分钟，我马上就出发前往南澳大陆。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。族长，卡特兰只是带他的2个兄弟一起去，那么这样一来，他们在雾岛当中获得多少草木之灵，我们族内根本就不知道。是啊，到时候卡特兰恐怕会自己吞没很多，只是将部分给族内而已。贪墨，卡特兰是我波莱纳斯家族最优秀的孩子，他的实力越强，就是我波莱纳斯家族越强。他如果想要当族长，3年前他就能当族长了。幻魔卡特兰，他是极限武馆和雷电武馆竞相拉拢的绝对强者。我们波莱纳斯家族能在 HR 联盟内享有如此地位，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他。记住，对卡特兰不要有防备之心，伤害一个强者的尊严，将会带来可怕的灾难。这次馆主竟然将你也派过来，看来是很重视这岛屿。哼，你说这罗峰运气真是好得过分，不久前刚赢下龙血奖励，这么快又抽中大奖了。按照极限武馆内部分配规则，发现无主重宝并传回消息，已经确认，发现者可得到10%的份额。对罗峰来说，至少1颗千年柳木心是没跑了。我们俩负责开采和应对可能发生的战斗，可以获得30%的份额。如果你能独自应对，我并不介意把我的份额送给你。你不要？我不在乎。若非必要，我不会出手。而我一旦出手，那这30%的份额，你我就要平分了。若真需要你出手，那局面一定很糟糕了。波莱纳斯家族的人到了。必须将精神念力控制到最小幅度，被他们感应到就糟了。卡特兰，前面就是9颗柳树类草木之灵。草木之灵攻击力一般不强，里奥，你怎么会对付不了他？看样子，这个人的实力最强。对付？那柳树王可是直径达到3米，
当年孕育着千年柳木心的柳树类草木之灵，直径也才1米。这柳树王可比那棵厉害多了，特别是它的一根根淡金色柳枝条，每一根都非常坚韧，一旦被重重捆缚住，就是我也必死无疑。他也是精神验尸。对付柳树王，就他们4个。那9棵柳树最核心的一棵，也是最粗的一棵柳树王是最厉害的，而且它的淡金色柳枝条是足以覆盖周围其他柳树的，所以我想要攻击其他柳树也是没有办法。很强。而且每一根柳条都有200-300米长，足以渗透地底保护根系。要弄死它的根部，比砍断它主干还要难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柳树王交给我，你们3人从外围进攻旁边的其他柳树。记住，你们保住自己安全最重要。等到柳树王被我完全牵制住时，你们再全力砍掉其他柳树。好强大的精神念力，居然能够控制14把飞剑。开始。4个人，竟然3个人拥有黑神套装。当初我费尽力气才斩断一根柳条，他居然……他手持匕首的威力确实很强，但用精神念力控制的匕首却弱了很多。莫非他的精神念力并不比我高多少？好可怕的传子力，精神念力还能这么用？我已经暂时压制住柳树王，全力攻击其他柳树。是。千年柳木心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我必须出手了。回来！
谁？你的仇家。一个战神级的敌人也在岛上，而且还是精神念师。你之前为什么没说？